半个月后，回到了落云宗的韩立通知了程师兄二人有关一座灵岛被划分给落云宗的事情后，就准备再次闭关。这一次韩立不是修炼法力，而是要将第二元婴彻底修出。毕竟有了第二元婴，他可大增神通，几乎相当于多出了一条性命来。那被当作第二元婴夺舍的至木灵婴已经被同化到了末尾的阶段，只要完成最后几个步骤就可大功告成。为此，韩立在看完南宫婉的情况后，当即进入了密室中，开始长达数年的闭关修炼。而天南修仙界一连经历了数件大事，也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各宗各派都尽力培养门下弟子，进入养精蓄锐的阶段。4年后，子母峰主峰的洞府内，银月所化的艳美少妇在一直未曾开启的密室外恭候着。昨日正用绿叶催熟灵药的她，忽然听到了韩立神识传音，故而今日在此等候韩立出关。数年没有开启的闭关大门，没有让银月等候多久，终于吱宁一声缓缓升了起来。银月明眸流转，抬手望去，但门内并没有出现韩立的身影，反而是一阵黑蒙蒙的阴风忽然吹出，一阵低沉的轻笑声后，蓦然从里面射出了一朵丈许大的乌云，一闪即逝，直冲银月而来。银月吃了一惊，急忙连退数步，花容失色望向此物。乌云却豁然停了下来，上面黝黑发亮，如同黑色丝绸一般。这是……怎么样？这第二元婴修炼到这般程度，应该算是大成了吧？乌云突然凝聚变形，瞬间化为了一个身高寸许的黑绿婴儿出来，并口吐人言：恭喜主人神通大成。银月嫣然一笑，连忙冲元婴一拜。这元婴看起来除了比韩立主元婴小了一些，模样神态全都一般无二。唉，这么快将第二元婴练成，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成后还真是感觉怪怪的。熟悉的话语声从密室中传出，门口处终于出现了韩立的身影，并走了出来。那黑绿元婴咧嘴一笑，自行射向了韩立，一个盘旋后落在了韩立的发髻之上。一人拥有2个自主元婴，自然和先前感觉不同了。不过主人只要习惯后也就无事了。哦，听你的口气，似乎你对第二元婴知道些什么似的，难道记得一些有关的东西？这个小婢不太清楚，也不知为何就随口说了出来。也许以前真知道类似的神通吧。听到银月如此解释，韩立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但头上元婴却忽然小手一翻，多出了一杆小幡，把玩了起来。此物乌黑发亮，正是那杆吸足了魔气的阴罗幡。主人第二元婴如此模样，莫非修炼了魔道的功法？银月看到此幕，又瞅了一眼元婴，忍不住问道：第二元婴修成，自然要让他拥有些神通才行，但他没有自己的肉身，无法独自修炼功法，我就先用自己身躯和阴罗幡中的精纯魔气相助，让他修成一些玄阴大法中的通玄变化之功。至于是否真的让其拥有肉身，我还在犹豫之中。第二元婴拥有了躯体，反而容易遭到反噬，我不得不小心从事。韩立听到银月此问，眉头一皱，单手往头顶一拍，黑光一闪，元婴没入头顶，不见了踪影。而韩立神识内视之下，很是清楚，丹田处元婴打坐的地方，那第二元婴在对面同样盘膝坐下，静坐不动。主人谨慎些，自然是应该的。这玄母化阴大法以前从未听过，而且其他修士的化身之术也大多修炼分神分魂的，高阶些的就像木兰那位众神师一般，是用大神通将元婴硬生生分裂开罢了。他们这种化身之术虽然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增强，但是在对付多个对手或保命上同样有些妙用，倒也不失为一种厉害的手段。好了，这些不说了，在这期间洞府没有出什么事吧？主人闭关1年后，木姑娘结丹成功了，我就按照你的嘱咐，
将那颠凤培元功法诀和另外一些对结丹期有用的丹药送了过去，而南宫姑娘同样在禁制中安然无恙，封魂咒正在火禅丹威力下日益减轻，估计即使没有解咒法诀，再过100年也应该能解除毒咒的。当然，这只是小婢的推测之言，主人还是亲自看看的好。一闭关出来就听到2个好消息，韩立心中一喜，正想问些其他事情时，银月却又说道：还有一件事情要报与主人知道，那些6翼双弓幼虫经过这些年不断的服食霓裳草，按理说早应该飞快长大并分裂进化才是，可不知为何这些幼虫生长得缓慢无比，只是脱壳一次竟不再分裂了。蜕壳？不错，脱过壳之后，这些蜈蚣似乎厉害许多，而且这几天它们又暴躁起来，似乎还要再脱一次的样子。先去虫室看看。韩立眉头一皱，接着面无表情，方向一变，带头向另一条通道走去，正是通往虫室之路。片刻功夫，韩立出现在虫室跟前，他几步走到了其中一间虫室侧壁的孔洞处，向里面望去。未等看清楚里面的东西，就先感觉到一股寒气迎面扑来。韩立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一片晶亮。只见不大的虫室，无论上面还是四壁，都是剔透闪光的厚冰，地面上更是有数座大小不一的冰山耸立在那里，冰上有数个碗口粗细的深洞，正有几条半尺长的雪白蜈蚣进进出出，游走不定。作为滴血认主过的灵虫，韩立这边刚一现身，这些蜈蚣顿时感应到了什么，一阵骚动后，在外面的那几条立刻向韩立飞射而来，在洞中的几只也飞快爬出，同样浮起飞来。韩立一挥手，撤去孔洞上的禁制，随后神识一动，这些蜈蚣在白光中化为寸许大小，在他身前上下飞舞。一抬手，一只手掌轻巧地将其中一只抓在手中。从颜色上看，这些幼虫仍然和当初一样雪白，但背部却出现了2个微凸的小包，其余的地方丝毫变化未有。韩立看完手中的灵虫，不禁站在原地沉吟了起来。银月到了韩立身后，乖巧地站在一旁，一语不发。这时韩立伸出一根手指，送到了手中蜈蚣的嘴边，噗的一声响后，蓝色火焰在纸上浮现而出，而那蜈蚣一张口，一道细细寒气从口中喷出，打在了蓝焰之上，顿时手指上的蓝焰高涨数倍，并一下将这些寒气全都卷在了其内。韩立缓缓闭上了双目，似乎在感应着什么。这些蜈蚣蜕壳之后，比之前厉害了许多，看来分裂吞噬，不断蜕壳，也没有什么区别。至于为什么他们不再分裂相互吞噬，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上古灵虫哪一个不是千奇百怪？或许它本身就只能分裂几次而已。也许他们在霓裳草催熟下，身体发生了一些异变，丧失了这种能力。反正只要仍然能用绿叶让他们继续进阶，那就无所谓了。主人如此说来，那小婢也就放心了。银月松了一口气，露出甜甜的笑容，显得迷人之极。韩立对此视若无睹，反而是一边反身向大厅走去，一边沉声说道：这次闭关出来，稍微休整一下，我们就要去大晋一趟。无论是解决身上煞气，还是寻找珍稀材料，此趟都势在必行。况且婉儿体内的火禅丹无论如何有效，我还是担心有意外发生，最好还是从那阴罗宗找到解咒之法，才能万无一失。这也是我先苦心修行第2元婴的原因。谁知道在大晋又会遇到何种危险？原来如此，不过以主人神通，就是在大晋也没有几人能奈何主人的。修仙界奇珍异宝众多，这可是不一定的事情。况且我已经得罪了阴罗宗的魔修，若是被他们发现了，肯定会麻烦不小，还是多加小心一点。现在我先看看婉儿的情况，顺便见一下程师兄，看看炼制傀儡和七焰扇的材料到底还欠缺多少。若是一切顺利，顶多10天半月，我们就择日出发，离开此地。是，主人，小婢也想见识一下号称修炼圣地的大晋到底是何种模样。
银月和韩立的话语声渐渐远去，虫市不久就重新安静了下来。半个月后，一道青虹从云梦山中破空飞出，一路向南飞遁而走。而不久后，一些消息灵通的修士同时收到一个消息，洛云宗那位鼎鼎大名的韩长老突然离开云梦山，出去远游，具体去哪儿谁也不知道，也许就在天南各地到处游荡，也可能离开了天南地界。一阵骚动，天南修仙界又风平浪静，韩立的离去并没有激起任何浪花。云梦山的古剑门和百巧院对洛云宗仍然是老老实实，没有丝毫的异动。洛云宗西国第一大宗的地位似乎已经稳若泰山。一年年的过去，一些寿元将至的修士，作画的作画，闭关的闭关，而一批接一批的新面孔在天南修仙界陆续出现。可韩立这一去，就此销声匿迹，一连100余年，音讯全无。一支30几人组成的车队正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孤零零地前进着，车辆不多，只有7、8辆而已。但是围拢在附近的那些骑马的皮装之人却个个年纪轻轻，精神抖擞，有几人甚至只是11、12岁的幼童。在车队最前面是一名服饰华美、骑着黄色骏马的老者。此老者头戴着火红狐皮帽，额头上有刀刻般的皱纹，脸膛微微发紫，腰间束着一条代表身份的3色锦带，这正是一部之首的标志。此地已是天蓝草原的南部，这正是一支前往圣殿进贡的突兀人队伍。天蓝草原是突兀人对木兰草原的称呼，因为突兀人一向信奉传说中的天蓝兽，并且将其当作本族的守护神，世代加以供奉，所以草原才有此名。原本突兀人只是占据着天蓝草原的南半部，但自从30年前草原中部交战中一举击败了世仇木兰人，就此占据了整个大草原，势力自然突飞猛长，整个草原上再无敌手。当然，突兀族如此庞大，内部部落数之不尽，小至数十万的小部落，大至上亿人口的超级部落，遍布了整个草原之上。而因为在上次圣战中立功之人众多，也多出了不少新兴的独立部落出来。这些部落有的不小，有的却更加微不足道，人口数量才数万而已。老者所在的苍鹭部就是这么一个从大部落中分化出来的微型小部落，虽然也可以称作是一个部落，但实际上整个部落也才是7、8万人而已。老者名字叫做鹰鹿，年轻时作战勇猛异常，并在圣战中曾经一连击垮了数个木兰人小部落，并且活捉了不少贵族，才有了如今的地位。但如今却经不起岁月的摧残，再加上这些年的劳心劳力，虽然年纪50余岁，身子却已呈现苍老之状。